喂，喂，是韩队长吗？喂，喂，对，我是韩青。韩队长你好，我是 M 国缉毒警察昌拓，很抱歉的通知您，今天我们找到了黄正武警官的遗骨。法医在黄警官的身上发现了2个弹孔，可以确认黄警官是死于他杀。经鉴定，黄警官遇害的时间是在半年前，也就是在那次公海抓捕行动前后。这与黄警官失联的时间相吻合。因为黄警官一直在调查天使，所以我们怀疑黄警官的遇害可能是毒枭桑博所为。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查到确切的线索，我们会继续全力追查，一有进展会立即通知你们。另外，黄正武警官的遗骨照片以及 DNA 对比结果，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对于黄警官的遇害，我们深表遗憾。知道。好。老胡，老胡，老胡，你看，你快看，这蓉蓉发来的视频，那刘子光跟他求婚的视频多好啊！你看看这俩人，哎，你怎么不高兴啊？我知道了，这女儿出嫁呀，当爹的都不开心。要正武在就好了，他一定会高兴的。这俩人。喂，韩进。胡志，我师傅他已经确认牺牲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正武牺牲了。局长，1个小时前 ，M 国的警方打来电话，说他们发现了师傅的遗骨。经过比对 ，DNA 完全匹配。经过法医鉴定，是他杀。他们在师傅的遗体上发现了2个弹孔。局长，没事吧？正武上次离开前，他跟我说，
等完成了这次联合行动之后，他就打报告退休。直到他失联，我还在安慰自己，他一定会平安的。也许暂时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现在有消息了，居然是永别。是啊，政务同志明明知道这次联合行动危险重重，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去了。他这一辈子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政务是我们的战友，我的好兄弟。无论如何，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凶手绳之以法，不能让政务白白的牺牲。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政务同志牺牲的事儿，怎么跟蓉蓉说？这也是我担心的。政务的事儿，我得好好想想怎么跟蓉蓉说。Hey, Wanka. Boss, I just got the information. The M police has found the corpse of Huang Zhenwu, the undercover cop. The police is checking the killer. And they just started thinking of Sangbo. They found a security camera out of Huang's bistro. I'm afraid there's some video in it, what's unfavorable to us. But no worries. I will deal with it before the police got any evidence. If you have any other orders, just tell me. We should get the video first. Send it to me. After you get it, I think maybe I could use that stuff. Must be Harry. Yes, sir. Who did this? Him. 虎哥，虎哥，大哥，订张明天的机票，送程程出国。啊，还有，万卡说，警方已经发现了黄振武的尸物，他们正在追查黄振武被杀的真相。那个卧底警察就是被刘子光亲手杀死的，所以说警方一定会调查到刘子光的。好就好在刘子光已经失忆了，他根本想不起来我是谁。那正好，我就把所有的事儿都安在刘子光身上，坐实刘子光就是桑博，就是杀害黄振武的凶手。警方不是怀疑桑博在江北吗？是时候把刘子光抛出去了。振武，
你怎么还没睡？我怎么睡得着？正午突然就这么走了，那以后蓉蓉真的就见不着他亲爸了。本以为正午顺利完成任务，退休回到江北，就把所有的事情告诉蓉蓉，让他们父女俩相认。没想到，正午生前，蓉蓉都没正式的喊他一声爸爸。现在正午走了，咱们总得让蓉蓉尽尽孝吧。我想咱们还是尽早的把真相告诉孩子，不然正午走都走得不安心。你这个时候告诉他，孩子得受多大的打击啊！我担心他受不了。那也不能这么一直的不明不白，这些事情他迟早要面对，也不能瞒一辈子啊。要不你再想想。就这么定，明天早上告诉孩子。大早上吃什么饺子的呀？要来客人啊，爸？蓉蓉，你坐下。哦。你还记得在 M 国失踪的那个警察黄正武吗？记得啊。怎么了？正午他在境外执行秘密缉毒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正午和我算起来认识30多年了，他是爸爸最好的朋友和工作伙伴。我们俩一起分配到江北市公安局工作。后来我慢慢的发现他确实比我更认真、更努力，当然也更优秀。在几起大案的侦破过程中，他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他响应上级的号召，被抽调到云南的缉毒一线，支援缉毒工作。他去云南的时候，他的爱人已经怀孕7个多月了，但是没想到2个月之后，他爱人生产的时候难产，意外去世了。他当时因为有重任在身，没办法回到江北，连他爱人最后一面都没见上。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现在他们夫妻俩总算是团聚了。那他的孩子呢？生出来了吗？生下来了，一直生活在江北。
由于缉毒工作的特殊性，他没有办法把刚出生的女儿带在身边，只有把女儿留在江北市，委托我们帮她照顾。这一照顾就是20多年。什么意思啊？他是我爸。啊？这小孩是我。蓉蓉，我知道你一时很难接受。现在正武不在了，我必须要告诉你，他是你的亲生父亲。你爸爸他一直深深地爱着你。他不是不想亲自照顾你，由于当时他有重任在身，身不由己。在一线缉毒，家属的安全也需要保护。他把你留在我们身边，就是为了很好的保护你。那么多年，你爸爸一个人在外面，在异国他乡，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他只要有时间就会来看你，如果回不来，他会给你寄很多礼物。你每年开学的新书包、新文具，每年过年穿的新衣服，还有你那些洋娃娃玩具，不是我和你妈妈给你买的。都是你爸爸振武给你准备的。你还记得你上高3那次得肺炎吗？记得。爸爸。所以，我当时看到的那个模糊的人影，就是他，是吗？你当时迷迷糊糊喊了他一声“爸爸”，他当时激动的不行。爸爸。当时他就控制不住了，一个劲儿落泪，他怕引起你的怀疑。悄悄地离开了。后来你的病好了，要参加高考，你跟我说你要报考警察学院，也像爸爸一样，当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我当时听了你说这话，我很矛盾。我和你妈妈不同意你当警察，我们希望你能找一份安稳轻松的职业。后来我跟政务说了你的想法，他给我来了封信，说坚决支持你报考警察学院。让我们也要支持你。
就因为这封信，我说服了你妈妈，才让你报考警察学院的。哦，对了，你上大学的时候，你爸回来看过你一次。真是没想到，竟然是最后一次。好样的！爸，我投了啊！看我的啊，成绩了！耶！爸，我去捡。来，蓉蓉，师傅好。接着投，再投一个。蓉蓉真棒！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爸爸每年过2次生日了吧？干嘛非要过2个生日啊？爸爸故事多着呢，啊，以后会告诉你的。来，祝爸爸生日快乐！爸爸生日快乐，我爱你。一次是为了你的爸爸正午，我把每次录的视频、照片都发给他。老胡，照片我收到了，她长高了，白了，是个大姑娘了。前段时间我总是做梦，一做梦就会梦到蓉蓉，多半还是小时候的样儿。一觉醒来，又忘了她的样子。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这张照片我看了一整夜。我把她的表情、动作、衣服挨个记了个遍。她是咱们共同的女儿，又要跟我们选择同样的职业。我虽然见不到她，但一想到我们仨将会在不同的地方并肩作战，我身上就充满了力量。我希望她能够勇敢，又能像你们父亲一样善良。我最希望的还是能够早点回去见见孩子，跟你们当面道谢。给孩子一点时间嘛。
爸最爱吃我包的饺子了，和你一样。韩队，你怎么来了？坐吧。韩队，你早就知道他是我父亲，对吧？嗯。为什么不告诉我？师傅交代过了，他不让我告诉你。他怕打扰到你幸福的生活，怕你突然间受到伤害。其实他一直盼着早点完成任务，早点回来跟你相聚、相认。在你心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我心里，师傅是一个最有能力、最勇敢、最敬业、最谦虚谨慎的人。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他让我明白一个警察真正的使命和职责。
是一名好警察。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也一定是一名好父亲。我记得他跟我说过，如果可以让他重新选择一次，他宁可做一个普通人，因为这样就可以一辈子陪着他的妻子和女儿，安安稳稳地过上一辈子。其实师父失联这么长时间，我们一直在打听他的下落，直到昨天才确认他牺牲。他怎么牺牲的？目前还不清楚。M国的警方怀疑，师父的遇害是毒枭桑博所为。